你个狗日的，学点什么不好，偏偏学人家读书？是你娘的养猪场不够你忙活，还是跟着我吞猪毛不够痛快？够忙活，退猪毛也够痛快。放你的狗屁！哎，你跟老子说，你去隔壁村抱猪仔，他娘的猪仔没抱回来，给老子抱了个黄宝回来是吧？老子跟你娘叱咤整个猪界，富的流猪油，需要你种个状元来养活吗？一刀断猪魂的爹，养猪大户的娘，再加上一喝醉就跑去扫猪圈的奶，就咱们家这养猪加杀猪的双 buff 叠加，我不考科举跑路，难不成跟猪过一辈子啊？我倒觉得夏儿说的有道理，咱夏家就他这一根独苗，总不能让他一辈子跟猪打交道吧？就让他去京城见见世面吧。奶，还是您疼我？我不同意。娘，这不是把仙儿往火坑里推吗？京城的老贼要是知道咱们家是前朝血脉，咱几十年的伪装全完了，仙儿的命也保不住。就是啊，太冒险了娘。蠢蛋！若夏儿真能位居高官，咱在朝中就有了靠山，复国大业也多份希望。况且咱暗中培养的人足够保他安全。别废话，顺着他来。好嘞。那个仙儿啊，开门把报喜的公公迎进来，别晾着人家。奶啊，你真是神了！恭喜恭喜呀，夏状元，咱家是来接您进京的。感谢感谢，公公，这是喜钱。猪肉包子，咱家好久没吃这么香的荤食了。公公，宫里生活很清贫嘛，这不就是个猪肉包子吗？我们家都要吃吐了。养猪的果然是富户啊！夏状元有所不知，皇上崇尚节俭，利弊铺张，命我等每月节衣缩食，捐资赈济边境难民，所以好几月没沾荤腥。好在上天怜悯，灾情安然度过。皇上实在是仁德深厚啊，夏儿呀，须知有国才有家，此次进京务必为朝廷尽心效力，为陛下分忧解难。这一家真是品性可嘉，这得写进折子里给皇上瞅瞅。状元郎，咱家看时间不早了，趁着天亮尽快上路吧。仙儿啊，这是我和你娘给你准备了，路途遥远，可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蒙汗药，谁他妈给我包袱里塞的蒙汗药？这不是我娘上次想给赖账的买主用的吗？一点也不小心，公公别见怪。村里人喂猪都用土方子，这粉末是治猪腹泻的，路上说不定用得上。万一您路上闹肚子，撒点在水里就好了。柳如烟刚把蒙汗药妥善藏好，突然砰的一声，一个破旧的木头盒子从包袱中滑落，摔在地上，露出一把短刀。短刀，这玩意都给我塞上了，难不成是怕我在京城杀不了猪，手艺懈怠了？此物是……空气中弥漫着死一般的宁静。夏万生、夏妹、柳如烟三人满脸尴尬。公公别怕，这是仙儿读书犯困时用的，一旦犯困就扎扎自己。进京以后，若遇事慌乱，亦可借此扎扎自己，以稳心神。好狠！好一个严以律己，果然与那些世家子弟不同，这也得写。爹娘，我就要走了，你们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呀，这样才有力气照顾好我的小猪仔。记得135喝奶，246也要喝奶，还得给他们剪脚指甲啊！臭小子还给我装上了，还剪脚指甲呢？谁他妈不知道你昨天才买了把新的杀猪刀？快点配合，这不有外人在吗？儿啊，放心吧，有爹在。奶，我走了后夜里就没人给你捂脚了，你可要注意保暖啊！好好好，我的乖孙。本来腿就残了，可经不起风吹雨打了。别生气啊，奶，这毕竟是皇上跟前的人啊，第一印象很重要。等孩儿稳定了，就接你们进京。真是孝子贤孙，家风良好，咱家统统都得写进折子。那咱启程吧，状元了儿。走了走了，别耽误了路程。家里的猪我会看好的。好，此番进京必然要混出个人样，彻底把老夏家是杀猪的标签洗白。三人望着虾仁与太监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伤感的气息。我的亲娘哎，您咋站起来了？万一仙儿回头看见咋办？放心，他早走远了。状元了儿，您在这儿住下，进宫面圣时，咱家再来接你。好，劳烦公公了。咱家有点事了，就先回了。
阉人都憋不住尿吗？皇上，咱家回来了。狗东西，咱家不在，居然升到御书房来了。不想进御书房的太监不是好太监，咱家就来了，怎么着？高半半，那状元郎到底如何啊？皇上还请过目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有国才有家！听点，没读过书的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，那些世家子弟难道不清楚？如今朝堂之上多为世家子弟，皆通过科举入仕，显见贫苦人家出身之才俊，立成一身之铁打的世家，流水的王朝这一道，因此格外关注出身寒门的虾人。恭喜皇上得一寒门状元！哈哈哈哈！甚好，高半半，去通知虾人，明日一早就上朝。我这才回呀，奴才这就去。嘻嘻，你该……呸！狗东西，迟早把你弄去宗人府当守门的。太子最近在干什么？启禀皇上，太子殿下最近读书很用功。你敢糊弄朕？再撒谎，朕就让人把你那没长大的牛子也割了，跟你那俩鹌鹑蛋去作伴吧。回皇上，太子昨日捉弄了太傅，玩了蛐蛐，做了小狮子，还把长公主的鹦鹉放跑了，说要给他自由。混账！老子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东西，愧对列祖列宗啊！无人继位，我只有一死明志了。皇上，万使不得啊！你走了，咱家可怎么办啊？哎，皇上，明日状元郎不就要上朝了吗？不如让他教太子试试，寒门能中状元，肯定有法子管太子。对啊，有道理啊！元明，你有点脑子啊！好好干，说不定以后就超越高半半了。咱家明白。高德明，咱家迟早把你踩在脚底。11得1，22得4，48 32，才1700两啊！京城靠近皇城的宅子，一套就几千两，买远了天天早午谁起得来啊？更别说再雇几个下人了，这银子够个蛋啊！老爹真抠。谁呀？虾状元，是咱家。大半夜不睡觉，这老太监来干啥？高公公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跟咱家去宫门口排队上早朝。啊，早朝？现在才凌晨4点啊！快走吧。凌晨4点上早朝，这些老头就不怕猝死吗？幸亏大夏3天才上一次，要是天天上，店里这些老头起码得嘎一半。虾状元，你跟着这些大臣进去就行，咱家得赶紧回宫伺候陛下更衣，可不能让那元明钻了空子。虾人无奈，只好跟着人流进了朝殿，在后面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站着。这当官的比杀猪还累啊！我爹杀一头猪也就半个时辰，这早朝得站到晌午。往那边点，谁的位置你都敢占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大哥好，我是新来的。大哥也是新来的吗？看你也没穿朝服啊。本宫用得着穿那玩意儿吗？皇上驾到！皇上万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虾人声音一出，全场寂静的可怕，满殿大臣都跟被施了定身术似的，齐刷刷扭头看着他。完犊子了，怎么口号还不统一啊？这哥们真牛，是个勇士。不过这万岁听得真舒服，等我登基了就用这个口号。这么朗朗上口的话，咱家怎么就想不到用来哄皇上呀？你就是今年的状元郎，上前一步来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微臣拜见皇上。今天你第一次上朝，理应为你授官。自即日起，虾人将担任尚书房管事一职，品级为从4品，负责督促太子读书事宜。虾状元还不赶紧叩谢皇恩？皇恩浩荡，微臣感动不已，臣必励精图治，时刻督促太子读书。臣反对。臣也反对。臣死谏，太子乃是储勋，本就顽劣不堪，天天想着看戏耍乐，理应由德高望重的老臣指导。虾人虽有状元之名，却出身养猪屠户之家，读得了圣贤书，未必养得出朝堂底蕴。让他教导太子，恐误了储勋前程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虾人，你看御史大夫都死谏了，也别说朕不给你机会。你若能说服这群言官，朕不仅准你当这个尚书房管事，还让你兼任户部主事一职，怎么样？我靠，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？兼任户部主事，以后咱家杀猪不交税都能走绿色通道啊！呸！这群狗言官，看见谁都他妈的死谏，老子21世纪大好青年，还能让你们这群老逼都给摆弄了？
御史大人这话臣就不爱听了。我知道您是瞧不起我是养猪出身，可养猪怎么了？我爹杀猪能一刀断喉，让猪走得痛快；我娘喂猪能算出每头猪每天吃多少糠最省料，这都是实打实的本事。您说我没底蕴，可我上知天文能辨农时，下知地理能分土壤。就说去年咱州大旱，若不是我按老辈养猪的法子教村民给庄稼减施保水，怕是颗粒无收。论实用本事，您未必比我周全。你什么你？再说了，你凭什么说太子顽劣不堪？难不成你在指桑骂槐，说咱皇上基因不好，才生了个顽劣不堪的太子？但我却觉得太子天资聪颖，是人中龙凤，不是太子学不好，而是没遇到适合他的老师。皇上，臣绝非此意，都是这虾人信口胡诌的。好，说得好，夏状元，就凭你最后一句话，我挺你。太子李乐这话一出，朝殿更尴尬了。大臣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敢说话。有你插话的份儿吗？给我闭嘴！这哥们谁呀？虎拉吧唧的！皇上，现在这应试教育真行不通，太子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除了念书就是算术。要是太子猝死了，您上哪找储君去啊？夏状元，切勿胡言乱语。当初皇上、太上皇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怎么到太子这儿就不行了？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太傅大人可知我如何学习？能高中状元，必然是鸡鸣起身，深夜入睡，刻苦攻读，方能成事。非也非也，我每天4时才起床，晚上亥时就睡觉，一天只学习3个时辰，剩下的时间都跟着我爹退猪毛、放猪血，帮我娘打扫猪圈。但您看，我不也照样中了状元？绝无可能，哪有不刻苦就能中状元的？你一定是在撒谎。您那是老观念，因材施教才是王道。咱杀猪还得看猪大小，用刀子呢。皇上，既你许了臣上书房一直教导太子，那臣恳请皇上给微臣1个月时间，旁人不得干预太子学习。要是下次月考时太子成绩还是倒数，微臣自愿退去观医，回去养猪。皇上还请三思啊！你就别在那儿三思了。你教了太子12年，他连《论语》都没背下来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朕允了。届时到月考，朕亲自督考，退朝。谢皇上，微臣定不辱使命。哎，夏老师，太子殿下，皇上有请。昨夜才挨了鞭子，今儿又咋了？难不成我往父皇枕头底下塞老鼠的事暴露了？叫你丢老鼠，叫你丢，老子抽不死你！不要啊！他们都看不起我，偏偏我也不争气，无人扶我凌云志，反正都上不去。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偏偏我他妈是个弱者，苍天啊！这不是昨天那虎了吧唧的哥们吗？什么虎啦吧唧的？这可是太子，谨言慎行啊！要是让别人听见，咱俩都得去御膳房洗猪肠子。这货居然是太子，那昨儿说他是人中龙凤的牛皮可吹大了。太子最近日子很不好过呀，咱家不能说太多，如今怕是只有你能救太子，快上去劝劝瞎主事。嗨，不就挨了顿揍吗？昨儿下朝的大臣们都听见太子殿下的惨叫声了，中气足着呢。我的祖宗，你少说2句，快上去！要是太子有个3长2短，咱家这脑袋都得给皇上当夜壶。太子，虾仁啊，你来了。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完犊子了！这小子该不会是挨了顿揍，就想不开要寻短见吧？虾仁，你说本宫真是父皇的儿子吗？会不会是当年报错了？太子说到一半，突然捂住嘴，狠狠瞪了眼房顶下面的宫女太监。这群人耳朵比猪耳朵还灵，要是这话传到父皇耳边，又得挨一顿鞭子。这小子不会是疯了吧？都下去，殿下跟我有话要说。你们在这处着像什么样子？高公公，您也下去，这是咱爷们的事，您一个太监听着不方便。骂咱家呢？这臭小子是不是拐着弯骂咱家不是男人呐？本宫到底怎么做才能让父皇满意？殿下，人都走了，这里就咱俩，别装了，一会天黑可不好下去啊！你赶紧想想办法，你不是我老师吗？要不你带我私奔吧，去你老家杀猪也行。这储君我是一天也不想当啊！殿下别这么说啊，皇上也是为了您好，未来整个天下都是您的，现在不磨磨性子，以后怎么管得住那些老狐狸？再说了，您这顶多是皇上一个人揍您，我那时候啊，小则我爹单人独打，中则我爹娘男女混打，大则群殴，连路过的猪都踢我一脚。兄弟，我们怎么这么命苦？所以啊，咱得抗争，哪里有压迫，咱就得从哪里站起来。虾仁，你别说了，本宫懂了。真懂了？懂啥了？父皇越是打压我，就说明我做的事儿越对，他越不让我舒坦，
我就越要发愤图强。话语未毕，太子脚一滑，一溜烟儿摔了下去。不好啦！快叫太医，快来人呐！太子跳房了！虾仁，你个混球！我不是让你劝太子吗？要是太子有个3长2短，咱家跟你没完！虾仁从惊吓中缓过神来，着急忙慌地往下看，看见太子趴在地上，但还在呲个嘴傻笑，就知道太子定没什么大问题。殿下没事吧？没事，咱包扎去上书房吧。哎呀，没什么事，最多摔断根骨头，死不了。走，念书去，咱要反抗。殿下身残志坚，加油！本宫永不服输。疯了，都疯了！咱家看你们真是疯了。太子殿下，你都这样了还来上课了，哼，真是难能可贵啊！从今日起，本宫就是爬也要爬来上课，好让父皇看看本宫是多么硬的男人。太子哥哥，你怎么瘸了？皇太爷打的吗？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又想挨揍了？我要向皇太爷告你，打断你另一条腿。太子，走吧，咱去开小灶，别跟小孩子置气。说吧，今儿咱们怎么学习？简单，咱去茅房。上什么茅房？午膳都没吃呢，又没有使药了。下主事，咱刚拿完，茅房能使了。好，太子，今天咱任务就是背完99乘法表，背完了就休息，你想干嘛干嘛。但为啥要用茅房啊？太子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小桂子，把你主子送到茅房去。我这是皇上特许的，你不听也得听。对不住了，太子殿下。小桂子扛上李乐撒腿就往茅房冲，推门关门落锁，一气呵成。刚锁上门，就听见李乐在里面炸了毛。要知道，半个时辰前，小桂子刚带着6个小太监，按虾仁给的方子吃了泻药，轮流蹲茅房蹲了2时辰，腿都快麻了。这会儿茅房存货正新鲜着呢，那股味冲得能呛飞苍蝇。小桂子，你给我开门，这味臭死本宫了。殿下您忍着吧，就这般熏人的程度，我保证没人敢来打扰您背书，多安详。太子殿下，里面味道辣眼睛，快背吧。虾仁，你等着，本宫出来定找你算账。出得来再说吧，太子。11得1，22得5，33得4，36 24，48 50，11得2，12得4，38 64。虾仁，你个混蛋，这哪是背书，这简直是酷刑啊！殿下再坚持啊，等你背熟了，账就算得清了，以后也不至于跟人小太监赌钱，输3两给人家8两。约莫过了1炷香的功夫，里面传来李乐的喊声：“本宫背完了，快点开门，再待下去，本宫要晕这儿了。”去，给你主子开门去。殿下背的咋样了？扶着我，本宫有点晕血了。先给本宫找壶茶漱漱口，这味儿，本宫3天都不想吃饭了。这都被腌入味儿了。太子，微臣还没检测呢。8、9多少？72万。6、7呢？42万。不错啊，太子殿下，既然乘法口诀背熟了，那咱回去休息吧。自打在茅房背完99乘法表，李乐就天天缠着虾仁要新学法。在李乐的百般折磨下，虾仁直接把东宫偏院改成了特训基地。殿下，算术学会了，咱接下来公文科就从《论语》开始。虾仁捉住一只猪仔，在其身上贴上一张写有“学而时习之”的纸条，依次贴满了一整本书的内容，然后让小桂子在前面喂猪饲料，太子则坐在中间，看着那些贴满《论语》的猪仔，依次从他面前走过。开始吧，太子殿下。哦。虾主事，这能行吗？怎么能把太子往猪圈里丢呢？高公公，您瞅瞅，看见了吗？这些贴着《论语》片段的猪依次从太子面前走过，每句背诵时间约莫20秒，这就叫做短时记忆法，可以不断刺激人的大脑皮层。但是这些猪是循环走动的，所以太子会重复背诵，然后大脑里碎片化记忆就可以链接起来，组成完整类目。目前来说，太子很适合这种办法，而且太子要是不快点背，怕是要被这些猪拉的屎淹没了。夫子之于是邦也。子行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之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，意欲之与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闻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”瞅见没？这就是效果。虾主事了，是咱家看走了眼啊。那你们接着学习，咱家就先回宫里了。大半个月后，虾仁彻底崩溃了。随着作业题目的难度不断提高，最后逼得虾仁连大学微积分都搬了出来。但是那些复杂的公式，太子竟然在一夜之间就全部能够掌握下来。本以为你是个学渣，没想到你特娘隐藏的这么深，你简直就是学霸中的战斗机啊！
殿下，就你这智商，那群老疙瘩他们哪里来的勇气，敢说你愚笨的啊？这不是兄弟你开发的好吗？人真是得逼自己一把，不然还真不知道自己潜力上限在什么地方。殿下倒是有底气，可别到了考场上见着皇上就慌得忘了学而时习之，只记得猪圈里的猪屎味啊！本宫现在闭着眼睛都能背完《论语》，连子曰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后面接啥都门儿清，哪能忘？再说了，这次月考要是考好了，父皇说不定还能赏我2坛好酒，到时候咱哥俩好好喝一杯。好，最后这5日咱不学习了，臣带你去实操。虾仁深知何不食肉糜之弊，所以让太子摒弃当前的德行，只有深入民间，方能有所改观。若完全脱离百姓，又怎能胜任皇帝之职？那还说啥？走着呗。皇上，那虾主是真有手段呢。太子殿下最近确实非常用功，而且进步非常快，《论语》背起来也是倒背如流啊。假以时日，太子殿下必定能一飞冲天。哼，现在知道用功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李承义虽然冷哼贬低了一句，但嘴角忍不住浮起的笑容压都压不住。那虾仁最近在干什么？好像听说带着太子去郊外搞义务劳动去了，说是深入百姓，造福基层。哦，有意思。元明啊，以后你就在御书房伺候着吧。不是咱家在汇报了，不管元明什么事啊？这种好事终于轮到咱家了，苍天呐，你终于听到咱家日日夜夜的祈祷了，咱家好感动啊！奴才谢过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想一个人静静。皇上，静静是谁？难不成是先皇后的明妃？滚！你们2个都给我滚出去！静静到底是谁呀？难不成是皇上那儿的新妃子？谁知道呢？不过咱家现在也是御书房的常驻人员了，也得向高公公学习一下如何琢磨皇上心思。高公公，你说是不是？狗奴才，咱家掐死你！他们怎么不穿鞋？这么冷的天，脚会冻坏的。殿下，寻常百姓家日子过得紧巴，一件衣裳要穿好几个人，能有件蔽体的就不错了，哪有余钱做鞋子？两人正说着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咳嗽声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。老奶奶，这么冷的天，您怎么坐在这儿？屋里不暖和些吗？屋里漏风，还不如在这儿晒会儿太阳。那您这是在缝什么？这棉袄是我孙儿的，再不缝补，冬天就没法穿了。他爹娘去外地做工，好几年没回来了，就我带着他生活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只看着老奶奶冻得发紫的手指，又看了看那件满是补丁的棉袄，眼眶微微泛红。那您和孙儿平时吃什么？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。前几天下雪，野菜都挖不到，只能煮点稀粥喝。昨天邻居送了2个炊饼，我和孙儿分着吃了，今天还没生火呢。奶奶，我这有些银子，虽不多，但你拿着，给您和孙儿填填肚子，买点过冬的衣裳。这不能收。您安心收下吧，我们是咱家老爷派出来做善事的，就当为家里人积福得了。就是啊，奶奶您收下吧。老身谢谢2位恩人。太子为何一言不发？家人啊，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实操是何物。我以前在宫里每天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从来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百姓过着这样苦的日子。他们冬天没有暖和的衣服穿，没有足够的粮食吃，还要辛苦劳作，可我却在暖阁里烤着火，连出门都觉得冷。殿下，您能看到这些，便是百姓的福气。以前您在宫里接触到的都是锦衣玉食，不知道人间疾苦也正常。但今日您亲眼所见，便该明白，这天下的百姓都在盼着有一位能为他们着想的好皇帝。以前是我顽劣不懂事，觉得皇帝就是住在皇宫里处理朝政就好。可今日我才知道，皇帝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若是我以后当了皇帝，一定要让百姓都能穿上暖和的衣服，吃上饱饭，再也不用像今日看到的老奶奶和孩童一样受苦。我要让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，再也没有饥寒交迫的日子。殿下有这份心，便是天下之幸，社稷之幸，假以时日，必能成为一代明君。只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，还需要殿下日后勤勉好学，体察民情，不断努力才行。诸生听着，本场考试现今日日落前交卷。你们看，
这虾人整整1月都没来过上书房学习，这一次月考，太子就算不是垫底，也是倒数，恐怕明天他就辞官回乡养猪了吧？呸，啥也不是。何止啊！听那些太监说，虾人不是带着太子去扫猪圈，就是带着他出去游玩，还跟小太监赌钱呢。此人胸无点墨，一会等考核结束，看皇上怎么收拾他。切莫这样说，虾大人可是状元出身啊，文采是有的，就是过于年轻，教书育人没有那么简单，还得再学学，就是可惜了。要是这次太子成绩不行，虾大人就要被贬为庶民，未来就没机会了。虾人，朕问你，教授太子1个月时间，你觉得这一次月考，太子成绩应当如何？第一。此话一出，偌大的上书房满朝文武陷入沉默，就连李承义也没想到虾人敢当众口出狂言到这个程度。月考第1，哪来这么大的自信？皇上，臣要参虾大人一本，信口雌黄，蒙骗天子。虾人，太子往日成绩如何？大家有目共睹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，该当何罪？又来，能不能换个别的招数啊？谁他妈想出来设立言官的，简直就是一群喷子啊！逮谁参谁。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御史何？好了，名字不必说出来，本官记不住，参本官的人太多了。何御史，既然你说本官信口开河，那你敢不敢当着皇上的面跟本官赌一赌？太子要是月考第1，你辞官隐退；若不是第1，本官被贬为庶民，愿意到你府上当个下人。如何？你敢吗？本官为人正直，从不跟人赌博。我呸！装货！你皇上，臣绝对没有信口开河。太子聪慧，自臣教授太子开始，一度惊为天人。如此聪慧的太子，简直就是天才。谁若是不信，臣愿意立下赌约：若太子不是月考第1，臣甘愿受罚。不少官员面面相觑，见皇上并未阻拦，所以心思不由活泛起来。毕竟他们看着太子长大，除了顽劣，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。臣愿意赌了，太子若是月考第1，臣愿意辞官回乡。加上臣一个。虾大人如此自信，本官不信，跟你赌了。随着越来越多官员站出来，李承义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看来他想的没错，如此多世家官员，居然完全不看好太子。好，既然诸位都不看好太子，那朕今日就破例，当一次见证，赌约全部成立，高办办。奴才在。刚才那些官员说要辞官的，一个个全部登记下来。朕向来说话算话，太子若真考了第1，各位可别找朕求情。刚才站出来的官员全部傻眼了，太子是什么人？皇上的儿子啊！被虾人这家伙几句话冲昏了头脑，此时恨不得当场抽自己2耳光。一群傻逼，我都在怀疑李乐这家伙是不是有系统，不然的话，怎么连微积分这么难的东西1天就能学会？而且你们还敢当着人家老子的面说人家儿子是个废物，真是没救了。而考场这边，李乐望着写的密密麻麻的试卷，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。这么简单的题，我以前是怎么考最后1名的？真是丢死人了。太傅，本宫答完了，不知可否提前交卷？本宫实在是憋得慌，想要去方便一下。提前交卷？准了，既然答完了，试卷呈上来。太子提前出场，让在场所有人震惊。不仅如此，太傅在审查完试卷以后，还发出连声赞叹。众人见此情形，顿时站不住脚了。太傅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结果到底如何？皇上，此刻月考的第1名非太子莫属。不对，还有其他人的试卷没看，万一有能超过太子的呢？本官做事向来最为公道。既然如此，高公公还麻烦您把太子试卷发下去，让诸位大人都看看。不少官员接过试卷，凑在一起低头看了起来，几乎是看完一个瘫倒一个。此试卷几乎满分啊！虾人也震惊了，这小子还学会举一反三了。有些算法他根本就没教过，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。而此时李乐刚好方便完走进院子，望着躺了一地昏迷的官员，怎么了这是？今日天气也没那么热啊。被学霸吓晕了。这就是学霸吗？果然恐怖如斯。昏迷的都拖下去，发一笔返乡银子，派人送回老家。太子功课进步神速，虾人功不可没。虾人到前面来。微臣不敢居功，能有此成绩，均是太子努力的结果，也是太傅之前的教导。若没有这些，微臣就是有再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1个月提升如此之多。夸奖了太子，提到了太傅，虾人这小子可谓是面面俱到啊！洒家怎么就没他聪明呢？朕说话算话，
上书房管事一职你继续担任，督促太子读书。从今日起，太子开府，在安庆坊设立蜀王府。父皇同意我开府了，从此以后能居住在皇宫外面了。站在周围的官员同样愣住。太子开府之后，可就能募集自己的幕僚，真正的参与朝政了。我呢？那我呢？现在都是给太子的奖励，我的呢？不过，念在太子以往顽劣不堪，如今虽有改观，仍需保持本心，继续观察一段时间。另外，下人教导太子有功。从今日起，取消户部职位，赐安庆坊方正一职，尽快去上任。不等下人谢恩，李承义就喜滋滋的拿着太子试卷离开了上书房。不是撤了我的户部职位，我以后怎么给我猪肉铺免税啊？再说了，这方正是什么职位啊？极品啊！京城设立18坊，共有18位散正，同属京城府尹管辖。确切的说，方正5品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没品呢，原来是5品，5品也可以。咱家说的是5品，是没有品的意思。没有品，那还算个屁的官啊！瞎主事，方正虽不是官，但属吏呀，而且方正权力很大，治下不论是治安建设，甚至是各种店铺摆设，均有权力管辖。再不济，你的上书房管事还是从4品啊。太子开府在安庆坊，皇上让你担任安庆坊坊正，品阶不低，其中意味，你好好想想。咱家话就说到这个地步了。难不成是那个意思？想什么呢？走啊，去看看本宫的府邸。来了。这他妈是谁的屎？没地方拉屎到我们家门口了！别让老子逮住你，逮住你就把皮燕子给你封起来！砍死他！砍死他们！都给爷上！给点吃的吧，2天没吃饭了，行行好。不给，我们丐帮的，你给不给？兄弟们给我抢了！安庆坊身为18坊中治安最差的一方，不仅是乞丐栖息地，而且时不时还能看见火拼的场景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，街道上满是各种粪便尿液。蹲在路边的虾仁和李乐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吐了出来。虾仁啊，本宫觉得我年纪还有点小，开府有点太早了，要不本宫回去求父皇，还是继续住在东宫吧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底子越差，干出来的成绩就越好啊。最重要的是我牛皮都吹回去了，说我当上了京城府尹呢，这会退缩不就完犊子了？走吧，殿下，反正都成既定的事实了。皇上让您在这里开府，还让微臣管理安庆坊，看似是考验微臣，实则不然。殿下，这是在考验您啊！治理一个小小的安庆坊都治理不好，您未来如何治理天下？走吧，本宫现在干劲满满了，咱们回去弄个方案出来。就上次你说的那个叫啥婆婆特来着？太子殿下，那叫 PPT。两人回了东宫，就让小桂子把安庆坊的前负责人员请来开了动员大会。各位，今天我和太子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安庆坊的实况，确实惨不忍睹，但咱们也不要灰心。我回来后想了想，目前整顿安庆坊可以分为3部分。第一是卫生问题，随地大小便这个问题必须解决。白天我转了一圈，整个安庆坊街上一个厕所都没有，难怪那些人老是乱拉屎拉尿。老白，明天你带着人先去选地方，200米一个，先把厕所给老子都盖起来。成，没问题。盖厕所这个简单，8个人1天就能盖1间，但是人手不够啊。人手我来解决，明日你去勘察选址就行。好呗，大家喝呗。那万一盖起来了没人用，那些人还是在街上拉屎撒尿咋办啊？反正这里鱼龙混杂，咱就用武力解决呗。我们搞个执法队，专抓那些随地拉屎、撒尿、吐痰的人，抓到一个就罚款50文，而且还要把街上的屎捡够100斤，捡不够屎交不起罚款，咱就把他屁眼子缝了。好可怕呀！这新来的方正好可怕，但是好有男人味儿。接下来说第2点，商户问题。如今很多店铺都空着，太子和小桂子，你们负责去招商。凡是第一批入驻安庆坊的商户，免除1年房租，本方正还会给予补贴，但是赌方不行。除此之外，其余的商铺都可以。对了，中心位置最好的几个商铺留着，后面咱们自己经营，搞几个高端的商铺。这件事倒是不难，我最近研究了一下，其实我们可以零成本入驻。我们负责提供贷款，商户前期不用掏钱入驻，我们来支付，等赚钱了，商户再分期还本金和利息。商户可以自行选择分12期或者24期，反正期数越高，利息就越高呗。而且咱们还可以提供抵押服务，
凡是抵押者可以再免除1年房租。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来的人应该不会少。人才啊，人才！贷款开店的路子都研究出来了。哼，我是谁呀？我聪明小脑袋啊！而且我认识那么多青楼老板，如果治安能上去，我说服几个老板将青楼开过来，哼，也不是什么难题。那成啊，殿下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了，就1个月吧，争取多敲定几家店铺，包在我身上啊。接下来就是第3点，乞丐问题，这方面我亲自解决，明天开业我再做详细介绍。OK， 散会。都看过来，说2句啊！本官虾仁从今日起担任安庆坊方正一职，本官已下令在安庆坊内施工修建厕所，凡是坊内人均可免费使用。但从今日开始，乞丐严禁进入安庆坊，发现1个抓1个。当然，凡是乞丐者可以选择为坊内做工修建厕所，不仅管饭，还发放每日10文工钱，并且给予坊内身份，上报衙内登记入户，从此脱离无籍人士，包括你们的孩子。而且本官招募工人不限男女，有木匠、铁匠经验的，待遇从优。呸！你就是方正，我要去府尹大人那里告你欺压百姓，我都沦为乞丐了，你还敢欺负我？你管这叫欺负？真是没脑子没智商！你当乞丐真是算你命好。对了，老白这个人随地吐痰，罚款50文，没钱交罚款的话，就给他个屎兜子，捡够100斤粪便。今天没捡够，就给我把他屁眼子缝了。今天敢在街上吐痰，明日就敢在街上拉屎，必须严惩，以儆效尤，给安庆坊的诸位做个榜样。是，大人，捡屎去吧。诸位，这就是你们的反面教材。要是有人还想交罚款捡屎的，本官欢迎。反正现在安庆坊的屎势足够你们每人带几10斤回家的了。哪个狗日的拉的，里面咋还是稀的？快点捡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在方规的边缘疯狂试探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众人看过去，昨天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此刻面对虾仁，众人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反骨，反而毕恭毕敬的，真是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饿的，饿的怕不要命的。很明显，虾仁就是个饿的。方正大人，我们以后会遵守规则的。我们也会。方正大人，很好。接下来执法队会每日在街上巡逻，希望大家遵守好安庆坊的规矩。只要大家配合，本官也不会亏待大家。总之一句话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但是有一人敢以身犯法，那就别怪本官手下无情了。3月后，随着蜀王府顺利完工，安庆坊也在虾仁的精心经营下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原本成群的乞丐也靠着做工拿到安庆坊的永居证，享受着5险1金的优厚待遇。安庆坊也因此跃居18坊之首。看完吗？虾耳朵说了什么？在京城过得还好吗？朝廷那些官员没为难他吧？谁要是为难他，让他列个名字出来，不行就派人去全部弄死。唉。升官了，升官了！信里虾儿说他现在是京城府尹。大夏沿用咱们那时候的官员建制，京城府尹管辖着18个坊。虾儿干得不错啊，咱虾儿可真厉害啊！好，等虾儿稳定之际，咱们就去京城。虾妹一脸激动，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个染上毒瘾的孙子竟有鸿鹄之志，这正好加快了自己的复国大业。皇上，咱们到了。这就是如今的安庆坊。改变很大。就是啊，皇上，你看，百姓家居然自己打了劫，这可非常难得啊。皇上，奴才去取个碗给您舀一勺。咱家去。咱家先说的。咱家先发现的。什么？我不是画像都给你们了吗？一个个是不是偷懒了？皇帝都到安庆坊了，你们没一个人发现？妈的，我回头再收拾你们！赶紧去通知太子，他爹来了。少爷，太子已经赶过去了。完了完了！怎么了这是？等虾仁赶到的时候，气氛尴尬到了极致。高公公跪在地上，脸上带着泪痕，衣服上还有不少脚印，而李承义和大臣们正扶着墙干呕。跟当初那些百姓一样，把马桶当成水井了。我赶到的时候已经喝完了。你爹也喝了？哼，高公公亲自解舀的，喝了2碗呢。这咋整啊？他妈的，皇上都喝了，还怎么圆过去啊？高德明这老东西也不提前问问，谁家在厕所里打口井啊？哎呀，今天这天热的实在不行，本官也渴得受不了。碗呢？这是刚才皇上用的碗吗？赶紧让本官也喝一点！妈的，拼了！虾仁径直去了厕所，特意拉了拉上面的绳子，换了一茶水，咬牙盛了一碗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仰着脖子一饮而尽。甘甜，
我去，狠人啊！皇上，您别看这虽然是厕所，但是跟普通的厕所不一样，里面的水都是特意从水井里面提上来，在后面木桶里放着，都是干净的水，臣经常喝。太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安庆坊的人都这么喝。说完，太子也接过虾仁手上的碗，将剩下的一饮而尽后，李成义微微松了口气，这才缓缓点了点头。行，此事不必再提。差点就没了，还好你救了咱家一命，谢谢你呀，夏主事。是兄弟，不用说太多。每一户百姓家中都有那种茅厕吗？是，整个永乐坊所有房屋都经过修缮，包括厨房、厕所都是如此。回头带人去宫里，帮后宫娘娘们都修建一个。银子，安庆坊赞助，能为皇上分忧，那是微臣的荣幸。臣明日就带着人进宫。这小子有前途，你们两个跟我去酒楼。朕有话要问你们，为何蜀王府已经完工，也没见你们俩申报银两？回皇上，太子提出了贷款开店的法子后，商户不断涌入，有效的解决了店铺闲置问题，所以也有了大批充裕资金。父皇也是因为虾大人同所有商户商讨决定，蜀王府修建所有费用均由安庆坊商人工会赞助，所以咱就没有向户部申请。商人工会？对，凡是在安庆坊开设店铺的掌柜都会加入工会，未来不论大小事宜，只要是商户遇到的问题，都可以求助工会。再就是为了杜绝商户结合在一起一家独大，安庆坊成立了消费者协会，凡是在安庆坊购买的商品，只要出了问题，都可以到消费者协会投诉。在座的所有人都震撼不已，许久没办法开口说话，毕竟在来的这一路上，都看见了安庆坊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虾仁这家伙，抛开道德不谈，治理地方的手段绝对是一把好手。不错。那你说的这些其他方能否适用？皇上，微臣改造一个安庆坊，其中耗费人力物力无数，再加上安庆坊的特殊原因，所以才能达到如此效果。京城其他方，臣不清楚，而且臣觉得因地制宜比较好，生搬硬套安庆坊的这一套办法，用到其他方不一定有用。说的不错，18方地理环境各不相同。你想不想干京城府尹？微臣想还是不想？什么时候你也扭扭捏捏的了？就是虾仁，你怎么磨磨唧唧的？你要是不想干，朕可就……臣想干，做梦都想干。舞台多大，梦想就有多大。臣有信心，绝对能干好京城府尹。好，即日起，虾仁担任京城府尹一职，管理18方。你们是不是得问问当事人啊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官职就没了。虾仁升了京城府尹，那我干什么去？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，今日就到这了，高办，摆驾回宫。恭送皇上。虾大人，明儿进宫修厕所的事儿别忘了。虾大人，切莫到处张望，这是后宫，不礼貌。不好意思啊。说你们的都不准乱看，这里是后宫，谁要是乱看就得砍头，知道吗？赶紧修建，建好一个厕所，每人提成10两银子。看啥御医？说公主又犯病了。太子的声音。虾仁听见太子声音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前方一位女子躺在太子怀里，胸口不停起伏，整个人脸色涨红，症状有些像是哮喘犯了。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，哮喘发作可是能要人命的。等太医来，人早就憋死了。虾大人，那边是后宫，你不能去。皇姐，你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殿下，虾仁，微臣有办法能救人。李乐很清楚，凡是正事上，虾仁从来不会开玩笑，更加不会信口开河。他说能有办法，那就一定有办法。那你快救人！殿下，微臣是能救人，但是法子有些惊世骇俗，臣需要皇上下令或者太子担保，事后不会追究微臣，否则本宫担保，不论你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救我皇姐，概不追责。人怎么样了？愣着干什么？太医，快救人啊！几名太医满头大汗，连滚带爬的冲上来，围在公主身旁，把脉的把脉，翻眼皮的翻眼皮。为何又会晕厥过去？胸内郁气仍旧没有消除，需下狠药才行。胡说八道！公主的身子单薄，常年吃药，早就经不住狠药了。一味药下去，情况只会更糟。呼吸微弱，人怕是要坚持不住了。人参呢，含于口中，或许还能吊着一口气。一群庸医怎么会没有办法？昨日不是还好好的？今日要是救不了人，朕砍了你们脑袋！皇上饶命，臣公主体内郁气很久，
常年憋闷，各种法子都用了，臣罪该万死。虾仁，你不是有办法吗？赶快救人！父皇，虾仁有办法能救皇姐。愣着干什么？臣定竭尽全力将公主好生抬进寝宫，尔等全部退下。虾仁跟朕进来。皇上，虾大人没有学过医术，如何能救人？公主殿下如今动不得，稍有不慎。你快滚一边去吧，病都没研究明白，你们看个屁的病！虾仁骂归骂，但也明白，以古代的医疗水平，哮喘无法根治，就是现代也只能控制。都别废话了，什么时候朕的决定还需要你一个太医来做主了？虾仁治不好公主，朕自然会罚他。快将公主抬进寝宫去，仔细着，不然你们1万个脑袋都不够朕砍的。微臣不敢。虾仁跟着皇上走进寝宫内，迎面就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，不由皱起眉头。点燃的香立刻扑灭，全部扔掉。寝宫里这些花草也全部扔了。谁允许公主这里养猫的？谁让养的？是本宫送的。皇姐常年不走出寝宫，本宫怕她无聊，特意。太子殿下，你还真是会火上浇油啊！皇上，微臣村里有人得过公主这种病，整日会感觉胸闷气短，一旦发病会感觉呼吸困难，时常会晕厥过去，严重的可能会失去意识。这种病当年看病的道士所说是哮喘，一种终生无法根治的疾病。终生无法医治，快说你的法子，先把皇姐救醒。臣需要解开公主殿下的衣服，然后将胸口的气排出来。只要气排出来，公主自然能醒过来。不过，若是公主嗓子眼有东西堵着的话，到时候就需要将东西吸出来。寝宫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宁静，父子俩面面相觑，用杀人的目光盯着虾仁。公主如今没有婚配，怎么可能脱了衣服让虾仁看？倒不是对虾仁有意见，只是这家伙是个好臣，但未必是个好丈夫啊。毕竟安庆芳只要是个女的，就往虾仁身边凑。不成，能不能让老宫女顶替？你将法子说给她，让她来。殿下，办法可以交给宫女，但能否成功，微臣无法保证。而且也不是彻底将公主衣服都脱了，露到锁骨便可，关键部位并不会露出来。毕竟微臣可是正人君子，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会乱来？难不成在皇上和太子殿下心里，微臣是个十恶不赦的大色狼？哼，你难道不是？被你看穿了。你真有把握？有，只不过是公主嗓子眼的东西需要嘴对嘴吸出来，可我不能说啊，说了不得被打死啊。既然没有其他办法，这就是唯一的办法。就算被虾仁看了，大不了让这小子未来入赘当驸马。行，不过公主你要是就不回来，不仅京城府尹没了，朕还要砍你的脑袋。微臣遵旨。虾大人，奴婢应该怎么做？你们来，本官背过去，除了裹着胸的布条留下，上半身都脱了。虾仁背过身子，能听到后面脱衣服的声音。许久之后，虾大人，好了。这简直是又纯又欲啊！这不就是我未来老婆的长相？而且就这大胸脯，以后咱俩孩子营养绝对跟得上。不行，干正事呢。刚才让你们准备的剪刀跟针呢，把蜡烛拿过来，顺便将热水也端过来。宫女将热水端过来，虾仁将手洗干净，拿起一旁的针头，在蜡烛上缓缓烧着。有点疼，你们扶着公主，别让她乱动。父皇，皇姐一定不能许配给虾仁了。你整天跟她好的穿一条裤子，恨不得一天12时辰都粘在一起，现在又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总之，皇姐一定不能许配给虾仁。这小子太招女人喜欢，皇姐如果跟了他，未来一定会伤心。到底是大了，懂事多了。儿臣都想了，未来儿臣要跟虾仁娶一对双胞胎姐妹。据说这种双胞胎姐妹有感应，这样的话，儿臣就能随时知道虾仁动向。是我他妈想多了，太子还是那个太子。高半半，去将朕的鞭子拿来，朕手痒的厉害。哼！虾仁，我皇姐如何了？微臣幸不辱命，公主已无大碍，很快就会苏醒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皇上殿下，哮喘是慢性病，一次犯病会比一次凶险，所以平日里一定要注意。晚点臣会列举一些注意事项，切记很多东西不能出现在公主寝宫内，否则的话，下一次再犯病，臣也无能为力。虽然如今公主无大碍，但康复仍旧需要调理，必须有专人来盯着。几位太医从未接触过哮喘，既如此，臣辛苦一点没什么，愿意入宫照顾公主，为皇上分忧。不妥，宫内有宫女可以照顾，你将平日该做的一并告诉宫女便可。对，你进宫绝对不行。哎，那臣无能为力了。日后公主若是落下什么病根，大好年华啊，真是可怜啊！居然不让我进宫，好不容易才碰到这样一个女人，真的会留下病根。
回皇上，那是自然。微臣老家那人当年被道士治疗之后，就是没有注意，最后变成了瘫痪，不过1年就驾鹤西去了。高办办，给虾仁拿一个进宫令牌。不过每次进宫都得派人盯着这小子，除了照顾公主之外，不得随意在宫内走动。是皇上。父皇，儿臣会盯着他。为了预防虾仁这个老六，父子俩第一次同仇敌忾。微臣遵旨。哮喘病好没好？什么时候好？什么时候不需要人照顾？还不是我说了算。虾仁呐，咱家都不稀得说你。皇上吩咐的是给你进宫令牌，没说让你在公主寝殿门口安营扎寨呀。现在宫里面但凡是个人，都能看出来你小子想干什么。你这是想对公主下手啊？高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这是为了公主的身体着想，你们啊，一个个思想真是龌龊。对了，高哥，明天你带点风筝过来。公主大病初愈，最近需要锻炼身体，所以我就琢磨着明天带公主去御花园放风筝。咱家跟你说话呢，你这样好危险。你听咱家给你分析分析，公主同太子乃是皇后所出，是皇上众多女儿中最喜欢的一个。虾仁呐，听哥一句劝，没有结果的。高哥也年轻过。然后呢？难不成是高哥年轻时候为爱所伤，所以才挥刀自宫？卧槽，高哥你真是纯爱战神啊，佩服佩服。不识好人心，让皇上嘎了你才好。嘎下来，咱家要泡酒喝，看你再嚣张。哼！而此时，寝殿里面正坐在铜镜前的李嫣然听到外面声音，表情微微一怔。虾大人真是贼心不死啊！哎呀，你来干什么？殿下还没回去啊？哼，还不是盯着你。虾大人刚上任京城府尹，足足18个房需要管理，就不用到这里来了吧？微臣精力很好，绰绰有余，就不劳太子您费心了。公主，您出来了。臣今天带你去御花园逛逛啊！好啊，前几日你带来的画本，本宫还没研究透彻，今日正好再对虾大人请教请教。那正好，今日微臣可以为公主您详细讲解讲解。可能是本宫太笨了。才不会呢，微臣觉得公主您是全天下最聪明的女子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径直从李乐面前走过去，把太子完全当成了空气，气得李乐在后面咬牙切齿。我看你是脸都不要了。哎，虾仁，上次你跟本宫说的来一家勾栏有双胞胎姑娘来着，不是说要一起去玩玩吗？这货不当人了是不是？公主殿下，我可没说啊，都是太子殿下说的。你给本宫起来，你还敢去勾栏？本宫看你是皮痒了。黄姐人，虾仁带我去吧了，你为何不惩罚他了？胡言乱语，虾大人为人正直，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？而且你是太子，你要是想去，虾大人敢忤逆你的意思吗？真以为本宫看不出来？请苍天变中间啊，黄姐，我看你就是着了魔。哼！哦，公主好有反差啊，这必须追到手啊！什么？你说虾仁是何人？启禀皇上，按位来报，他们查到虾仁是前朝长公主的孙子。那长公主当年为躲避战乱，被嬷嬷悄悄送出了宫，找了个屠户嫁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一家子并非普通屠户，而且暗地里培养了很多势力，看样子是要造反啊！皇上，岂有此理！莫非虾仁是有意进宫当内应的？难犊子了，那小子居然是反派，咱家还跟他凑这么近，皇上不会生气啦？连我一起砍吧。看着不像。安伟说，虾仁似乎并不知晓家里人身份，当初考科举只是不想一辈子当个杀猪匠。那这不就好办了？高办办，奴才在。侧耳过来。奴才明白。宣旨去吧。圣旨降临，虾仁听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虾仁因救助公主有功，且悉心照料公主达3月之久，朕查二人情谊渐生，特赐良缘，则即日完婚，并特许虾家人进京共襄婚礼盛举。
哎呀，公主好好的一朵鲜花，算是插在虾仁这牛粪上了。皇上怎么想的？虾仁这小子不是反派吗？还将公主许配给他，咱家是越来越看不懂皇上了。这么突然吗？我那些小九九还没使劲呢。Yes， 父皇，这是深得我意。恭喜驸马，贺喜公主啊！嘿嘿，同喜同喜。我不同意。太子，皇上说了，您不同意也没用，还说您要是想问个所以然的话，皇上在御书房等着您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父皇问个明白。御书房里的檀香还没散，太子李乐的脚步声就跟炸雷似的闯进来。父皇，您怎么能这么糊涂？虾仁那小子天天围着皇姐转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您还赐婚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满朝文武部的笑掉大牙。你小子急什么？朕还没说你呢。前几日是谁拉着虾仁问勾栏里的双胞胎？现在倒有脸说别人没安好心？那不是玩笑话吗？再说了，皇姐乃是金枝玉叶，虾仁不过是个屠户家的儿子，咋配得上啊？哼，配不配得上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你皇姐说了算。你皇姐前阵子大病一场，差点没熬过来，是谁天天守在寝殿外，又是送好吃的，又是放风筝的？你皇姐性子倔，从小到大除了朕和皇后，谁的话都不听，偏偏虾仁说什么她都乐意听。虾仁虽出身屠户，可他科举考中进士，又当了京城府尹，做事干净利落，人品也没话说。你要是再揪着出身不放，朕看你这太子也别当了，去上书房重新学仁孝二字。没法跟这小子坦白虾仁身世啊，到时候定会扰乱我的计划。一颗老鼠使坏了一锅粥，可不划算。要是虾仁以后欺负皇姐怎么办？你皇姐那脾气，不欺负虾仁就不错了。再说有朕在，他敢？太子被说得哑口无言，他心里清楚虾仁品性，只是难以接受陪自己长大的皇姐嫁给自己厮混的兄弟，兄弟变姐夫谁受得了啊？但从另一方面看，虾仁确实是驸马的最佳人选，重要的是能治疗皇姐的病。行吧。他爹他奶，快出来，夏儿来信了。怎么说？是不是站稳了脚？是不是夏儿要来接咱们去京城了？说是接咱去京城的，不过咱应该不是去造反，是去参加婚礼。婚礼？咋回事？不是说好的夏儿进宫当内应，准备造反吗？怎么还娶上公主了？哎，不对，有蹊跷，皇上居然敢把公主嫁给咱家儿子，公主嫁杀猪的，他是疯了不成？这是好事啊！咱原本计划着造反，让夏儿当皇帝，可要是能先把公主娶到手，以后真成了事，咱把皇上唯一的儿子杀了，咱夏儿不就可以继位了，名正言顺，比咱硬打拼强多了。可家里还有几千头猪仔呢，进京了谁喂啊？猪仔算什么？让手底下人先照顾着了，等咱从京城回来再处理。赶紧收拾东西，彩礼得备丰厚点儿，不能丢了咱夏家的脸面。对，咱先拉10头最肥的猪，再装200斤腊肉，还有咱去年酿的梅子酒都带上，让宫里人看看，咱养猪大户可不差钱，给夏儿长脸。谁他妈掀我被子？不是说了本少爷裸睡不准掀被子吗？儿子，你这起床气咋比家里的老母猪还大？爷娘奶奶，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我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接你们呢。我们这不是怕你耽误事儿吗？连夜赶了3天路才到京城呢。就是啊，你小子悄悄的干大事啊。哎呦，我的乖孙怎么瘦了这么多？是不是在京城受委屈了？奶，都是我太刻苦太努力了。不是，奶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不是瘫痪几10年了吗？胡说什么呢？你奶我这就是气郁导致，又不是残疾，心情好了，气血通了，自然就能站起来了。怎么，你盼着我残疾呀？当然不是了。夏大人，咱家有要事相告啊。高哥。好，才起来呢。皇上派咱家来接夏老太太进宫，说是一起商讨你和公主婚事详细事宜。难不成是有动作了？要不咱别去了，实在不行，咱带着虾仁跑了。无妨，有事我会放信号弹，然后你们即刻带着虾儿走。城外有我安排的人，我这条老命不要就不要了。娘，公公还劳烦前边带路。
奶，早去早回啊！晚上咱们去酒楼大吃一顿。乖孙，奶奶去就回。走吧，老太太。娘。爹娘，你们干啥呢？奶奶不就离开一会吗？至于吗？臭小子，你不懂，夫人。切，妈宝女跟妈宝男。老夫人，别来无恙啊！托皇上的福，老身身子还算硬了。不知皇上今日找老身进宫，除了商议婚事，还有其他要事吗？老夫人倒是直爽。说来也巧，昨天你们刚进城，朕的暗卫就在城外十里坡发现了300多号人，个个背着刀，还带着弓箭。不知老夫人可认识这些人？虾妹刚坐下的身子猛地一僵，手指攥紧了衣角，抬头时眼里已经没了刚才的温和，满是警惕。皇上既然都知道了，何必绕圈子？老身的身份，皇上想必早就查清了吧？可您既然知道我是前朝遗妇，为何还要把公主许配给我孙儿？这是想把我们夏家齐聚在京城，来个瓮中捉鳖吗？老夫人这话就错了，公主和虾仁两情相悦，朕为何要做那棒打鸳鸯的恶人？再说了，前阵子公主大病，宫里的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唯独虾仁能治，就冲这一点，朕也没有理由不赐婚。而且朕比你更清楚你的身份，或者说比你以为的身份更清楚。老身的身份还轮不到一个小辈来智慧。那不知老夫人可知晓你母亲魏氏与朝元帝并非原配？638年，你母亲魏氏嫁给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吴明秋，两人很是要好。可次年2月，吴明秋就被人刺杀身亡，尸骨未寒。3月，朝元帝就把你母亲纳入了后宫，而你母亲进宫时已经怀了身孕3月有余。10月后您出生，为了掩饰丑闻，朝元帝对外宣称魏氏早产。老太太，您说这些可是巧合？您自己看看吧，这是吴明秋留下的信，他知晓朝元帝会对自己动手，所以写信派人交于我祖父。只可惜呀，我祖父收到信带人赶到时，吴明秋已经断气。虾妹颤抖着双手，缓缓展开那封泛黄的信笺。吴明秋的字迹力透纸背，仿佛跨越100年时光。信手至钟永侯台谏几个字，让他心头猛地一震。当时的钟永侯正是当今皇上的祖父元武帝。钟永侯台谏，某乃礼部吴明秋，貌似之术，朝元帝昏虐，或将其身，有其女无疑，故托以性命。朝元帝觊觎吴妻为是美色，既谋掌礼部之权，亦入加害之意，某料难逃生。念其身怀6甲，若谋殒命，妻儿必遭逼迫。望侯爷念某护其爱子之心，暗中招抚无妻无儿，不必为某报仇，并非某懦弱，而是朝元帝势大，与之抗衡，势必徒增伤亡，更是连累妻儿。朝元帝昏庸无道，鱼肉百姓，商朝灭亡是必然。侯爷若日后有机会拨乱反正，望借万民于倒悬。吴某汉未见孩儿降生，未与其白头，今以笔墨为誓，若有来生，必报护佑之恩。若孩儿得安稳，便是某九泉之下最大慰藉。吴明秋绝笔，气血顿首。那为何我母亲从未向我提及过？他如何提及啊？说你父皇是你的杀父仇人吗？还是让你带着仇恨活一辈子？而且朝元帝要是发现你知晓事实，你觉得你还能活下去吗？是我糊涂，是我狭隘，这么多年都没能理解他的苦心，还一直对您心存芥蒂，甚至差点做出危害大夏江山的事，老身实在是羞愧难当。老夫人能得知真相，明白事理，便是对吴先生和魏氏最好的告慰。朕知晓你这些年不容易，暗中培养势力，其实不是为了造反，只是想保护家人，怕夏家因为你的身份受到牵连。如今误会解开，你我两家又有姻亲之意，便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过往之事就让它随着岁月消散吧，只要夏家能安分守己，朕定会替祖父兑现承诺，保夏家一世平安富贵。我夏家定当忠心耿耿，辅佐您治理大夏。启禀皇上，驸马爷虾仁求见。看来是虾仁担心您在宫中久留，特意来接您了。老夫人，咱们就先到这儿吧，别让他在外头等急了。那老身就先行告退。
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。嫁妆都准备好了吗？要不要最后再检查一遍？还有本宫给皇姐准备的婚被、婚鞋、嫁妆都搬过来。皇上，太子殿下，你们放心吧，奴才检查好几遍了，没任何问题，就等着虾大人进宫接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朕第一次嫁女儿，属实有些不习惯啊。父皇，阿乐，你们两个太紧张了。嫣然啊，你日后过了门，受了委屈记得告诉朕。虾仁这小子要是敢欺负你，朕绝对饶不了他。父皇，虾仁不会欺负儿臣，您放心吧。迎亲队伍来啦！